人性的弱点是戴尔·卡耐基的经典著作，它涵盖了人际关系和沟通方面的重要原则。以下是该书的重点概述。真诚赞赏他人。书中强调了真诚的赞美和欣赏他人的重要性。我们都希望得到认可和赞赏，所以在与他人交往时，积极地表达赞美和鼓励，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批评的技巧。书中指出，要避免直接批评他人，而是采用更温和和间接的方式表达意见，尊重他人的自尊心和感受，以便更有效地传达你的想法。倾听的重要性。有效的倾听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石。理解他人的感受和观点，并对他们的话题表现出兴趣，将使你在社交交往中更受欢迎。诚实与坦率。书中提到，诚实和坦率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避免说谎或隐藏真相，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赖。与他人建立共鸣。了解他人的需求、愿望和动机，并与他们建立共鸣，可以更好地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重要的人际技巧。书中介绍了一些重要的人际技巧，如积极主动的交谈，避免争吵，理解他人的观点，避免争夺权力等。影响他人的方法。书中阐述了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影响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如使用积极的语言，以及了解他人的需求和动机。总的来说，人性的弱点提供了在人际关系和沟通方面实用的原则和技巧，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人，与他人建立联系，并提高与他人相处的能力。这些原则和技巧在社交和职业生活中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真诚赞赏他人是人性的弱点中强调的重要原则，它涉及到以诚挚的态度去表达对他人的赞美和欣赏。下面详细描述这一原则。坦诚地表达赞美。真诚的赞美是指发自内心的称赞和肯定，这不是空洞的恭维或虚伪的称赞，而是对对方特定优点、成就或行为的真实评价。通过诚实的表达对他人的欣赏，你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被重视和尊重，从而建立积极的情感连接。发现优点和长处。要真诚地赞赏他人，我们需要学会发现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闪光点，只要用心去观察，就能找到可以赞美的地方。了解他人的优势，可以让你在交往中更多地专注于积极的方面，而不是过度关注缺点和弱点。表达具体和详细的赞美。当你赞美他人时，尽量用具体和详细的语言表达。例如，不仅说你做得很好，而是说你在这个项目中的创意和才能让团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样的表达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们传递了更多的信息和认可。避免过度夸奖。虽然赞美是重要的，但过度夸奖可能会显得虚伪或矫情。要保持适度，只表达真实的欣赏和认可，避免用过多的赞美来取悦他人或迎合对方。关注他人的情感反应。当你赞美他人时，注意他们的反应。一些人可能不习惯接受赞美，可能会谦虚地回应或感到尴尬。尊重他们的感受，不要强迫他们接受赞美，而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培养赞美的习惯。真诚赞赏他人是一种积极的人际互动方式。要培养赞美的习惯，不要吝啬赞美，而是主动寻找机会来表达对他人的欣赏。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赞美的力量可以改善你与他人的关系，
并创造更多积极的社交体验。总的来说，真诚赞赏他人是一种向善的行为，它可以增进人际关系，提升交往的质量，并在社交和职业生活中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根据人性的弱点中关于批评的技巧，批评是一种敏感而复杂的行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冲突和破坏人际关系。因此，书中提供了一些技巧，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进行批评，并避免伤害他人的感情。以下是详细描述。私下批评。当你需要批评他人时，最好选择私下进行，避免在公共场合或他人面前批评对方，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感到羞耻和尴尬，损害他们的自尊心。使用肯定的语气。在批评时，使用肯定的语气和态度，采用友善和尊重的口吻，避免愤怒和傲慢的表达方式，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心和理解。专注于问题而非个人，将批评的重点放在具体问题或行为上，而不是攻击个人品格。避免使用攻击性的词语，而是描述具体的行为和其影响，提供具体的建议。除了指出问题，还应该提供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这样做不仅可以让对方知道你的期望，还能帮助他们改进自己的行为。等待时机。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批评，确保对方处于接受批评的心理状态。如果对方情绪不稳定或处于紧张状态，可能不适合此时进行批评。避免指责和挑衅。批评并不意味着指责或挑衅对方。避免使用“你永远”“你总是这样”的绝对化表达，而是集中于具体情况和具体行为。以身作则。在批评他人之前，先反省自己是否表现出类似的问题。以身作则，表现出积极的榜样，会让你的批评更具有说服力。接受反馈。如果你也接受他人的批评，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学会接受反馈，并从中吸取教训，这样你才能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和交流。总的来说，批评的技巧在于用尊重、理解和建设性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人的意见和评价。通过这样的批评方式，你可以促进有效的沟通，加强人际关系，并帮助他人成长和改进。倾听的重要性是人性的弱点中强调的另一个关键主题。倾听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行为。它涉及到以尊重和专注的态度聆听他人的言论和感受。以下是对倾听重要性的详细描述。建立信任和尊重。倾听是建立信任和尊重的基础。当你认真倾听他人时，表现出对他们的重视和关心，他们会感受到被尊重和被理解，从而更愿意与你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感受。倾听使你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感受。通过倾听，你可以了解对方的需求、担忧、愿望和动机，这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和共鸣。解决冲突和问题。倾听是解决冲突和问题的关键。当你倾听对方的意见和抱怨时，有助于消除误解，找到共同点，并寻求解决方案。在倾听的过程中，你也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促进良好的沟通。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前提。通过倾听，你能够更好地捕捉他人的语气、情感和非言语信号，这有助于避免误解和沟通障碍，增强人际关系。倾听有助于增强人际关系的质量，
当你成为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他人会觉得舒服和放心，愿意在你面前敞开心扉，这将加深你们之间的联系，提升领导力。在领导角色中，倾听是一种重要的领导力品质。善于倾听可以帮助领导了解团队成员的需求和问题，增强团队合作，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偏见和判断。倾听需要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避免过早做出判断或产生偏见。通过倾听，你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他人，从而减少因为主观判断而造成的误解，显示关心和支持。倾听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行为，它显示出你对他人的关心和支持。通过倾听他人的故事和情感，你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孤单，从而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总的来说，倾听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技巧，它能帮助我们与他人更好地交流和理解。倾听不仅关乎耳朵，更关乎心灵，它需要我们用心去聆听他人，表达对他人的关心和尊重，从而建立更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人性的弱点中，关于诚实与坦率的原则强调了在人际交往中保持诚实和坦率的重要性。以下是对这一原则的详细描述。建立信任。诚实和坦率是建立信任的基石。当你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时，他人会认为你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愿意与你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避免误解和误导。通过诚实和坦率，你能够避免产生误解和误导他人。如果你隐藏真相或说谎，可能导致他人对你产生怀疑，破坏你们之间的信任和关系，增进沟通效果。诚实和坦率有助于增进沟通的效果。当你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时，他人更容易理解你的意图和需求，从而避免沟通障碍。接受自我。诚实和坦率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和接受。通过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情感和错误，你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成长和改进，建立真实的关系。诚实和坦率帮助你建立真实的关系。如果你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而不是掩饰或伪装，你会吸引那些欣赏你真实面貌的人，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诚实和坦率有助于解决问题。当你坦诚地面对问题和挑战时，你更有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回避或逃避困难。培养积极的影响力。诚实和坦率是积极影响他人的有效方式。当你以坦诚的态度与他人交流时，他们会感受到你的诚意和真诚，从而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和建议。建立个人品牌。诚实和坦率有助于塑造你的个人品牌。如果你以诚实和坦率著称，你将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并吸引更多机会和合作伙伴。尽管诚实和坦率是重要的品质，但也需要谨慎使用。在表达真实想法和感受时，需要注意语气和方式，确保不会伤害他人的感情。此外，适度的战略保留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必要的。例如，在保守秘密或处理敏感问题时。总的来说，诚实与坦率是一种积极的品质，它可以加强人际关系，提高沟通效果，并让你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在人性的弱点中，与他人建立共鸣是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技巧。共鸣指的是理解和感同身受他人的情感、需求和动机，与他们建立情感上的共鸣，以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以下是对与他人建立共鸣的详细描述。
倾听并理解他人。共鸣的第一步是倾听他人的感受和观点，并试图理解他们的立场。通过认真聆听，你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情感和需求，从而在交流中表现出对他们的关心和尊重。关注他人的感受，在与他人交往时，关注他们的情感状态，试图感受他们的情感，理解他们的情绪和体验，这样你能更好地与他们产生共鸣，并展现出你的关心。表达共鸣，在适当的时候，表达对他人的共鸣，使用简单的话语，如我明白你的感受，我能理解你的担忧等，表达出你与对方情感上的联系。这样的表达会让对方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支持。寻找共同点，寻找与对方共鸣的共同点是建立共鸣的重要途径。找到你们之间的共同兴趣、价值观或目标，会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认同。避免批判和评判，在与他人建立共鸣时，避免批判和评判他们的观点或情感，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和观点，即使你不同意，也试着从他们的角度理解和尊重。以身作则，要建立共鸣，首先要成为一个值得共鸣的人。以身作则，展现出对他人的理解和关心，会让他人更愿意与你建立共鸣。创造情感连接，共鸣是一种情感连接，它不仅涉及理智层面的理解，还包括情感上的共鸣。通过表达共鸣和理解他人的情感，你可以在交往中创造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增进影响力。共鸣是增进影响力的有效方式。当你与他人建立共鸣时，他们更可能接受你的观点和建议，因为他们感受到你是真诚关心他们的利益。总的来说，与他人建立共鸣是一种积极的人际交往方式，它可以加强人际关系，增进理解和认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你的影响力。通过共鸣，你能更好地连接他人的心灵，并创造更加积极、深入的社交体验。在人性的弱点中，提到了一些重要的人际技巧，这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交往和相处。以下是对这些重要的人际技巧的详细描述。积极主动的交谈，积极主动地展开交谈，是建立联系和沟通的关键。主动地向他人打招呼、问候，寻找共同话题，积极参与交流，会使你在社交中更加自信和受欢迎。避免争吵和争夺权力，避免与他人发生争吵或争夺权力的斗争。冲突和争执可能破坏关系，而合作和协调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交往氛围。理解他人的观点，要成为一个善于人际交往的人，学会理解他人的观点和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不轻易做出评判，而是试着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尊重他人的感受，尊重他人的感受和情绪是维持良好关系的基础。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不要轻视或忽视他们的情感反应。善于倾听，善于倾听他人是建立深层次联系的关键。倾听意味着专注地聆听对方的言语和情感，而不是急于打断或中断对话。提问并表达兴趣，通过提问并表达对他人的兴趣，你可以展现出对他们的关心和尊重。询问对方的情况、兴趣和意见，会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和重要。避免过度谈论自己，在交往中，要注意避免过度谈论自己，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受，
而不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提供支持和鼓励，在与他人交往时，学会给予支持和鼓励，表达赞美和认可，帮助他人克服困难，会让你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和欢迎的人。尊重个人空间，要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和隐私，不要过度干涉他人的生活，给予他们足够的私人空间。包容和谅解，学会包容和谅解他人的错误和缺点，没有人是完美的。学会宽容地对待他人的不足，会增进亲密关系和友好交往。总的来说，重要的人际技巧涵盖了积极主动交谈、倾听他人、尊重他人、表达兴趣和支持等方面。这些技巧有助于建立积极、健康和深入的人际关系，提升你的社交能力，并在社交和职业生活中取得更好的成就。根据人性的弱点，影响他人的方法是一项重要的技巧，它涉及到以积极、善意和有效的方式影响他人的思想、行为和决策。以下是对影响他人的方法的详细描述。使用积极的语言，积极的语言能够激发他人的积极性和动力。避免使用负面和批判性的措辞，而是采用鼓励性的语言，鼓励他人积极面对挑战和追求目标。了解他人的需求和动机，要有效地影响他人，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动机是关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而且在不同的时刻可能有不同的需求。通过理解这些，你可以更好地选择适合的方法来影响他们。提供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当你试图影响他人时，提供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可以增加你的说服力。通过清晰地陈述事实和数据，让对方能够更加理性地考虑问题，并做出明智的决策。使用故事和例子。故事和例子是一种有力的影响方式。通过讲述真实的故事或引用生动的例子，可以帮助他人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你想要表达的观点，从而更容易被影响。建立信任和亲近。信任和亲近是有效影响他人的基础。通过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让他人相信你的诚意和善意，你的影响力会更加持久和深远。尊重他人的意见。要影响他人，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试图强行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而是试着理解和尊重他们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激发情感共鸣。情感共鸣是影响他人的有效途径。通过引发他人的情感共鸣，你可以激发他们的情感反应和共鸣，从而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和建议。以身作则。要影响他人，首先要成为一个榜样。以身作则，展现出你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会吸引他人对你的认同和追随。掌握时机。影响他人的时机也很重要。在适当的时机，使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影响，能够增加你的成功率。总的来说，影响他人的方法涉及到积极的交流方式，了解他人的需求和动机，建立信任和亲近，使用具体的事实和数据等方面。通过这些方法，你可以更有效地影响他人，引导他们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并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取得更好的结果。